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在报复性单身，就像大龄剩男剩女没有结婚，我觉得很多是不是因为压根内心就是不想结婚的？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大龄剩男都有报复性单身的这种现象。那我想我成为了一个32岁的大龄剩女，其实从内心直白点来讲，因为我潜意识里面我压根就不想结婚。而且对这种婚姻的抗拒并不是来源于外部因素，可能跟很多大龄剩男一样，他们可能也不是因为外部因素。因为像我的这种报复型单身的话，跟异性或者男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讲，我很排斥相亲，更多是因为我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些跟我相亲的男人，他们会成为我报复性单身抉择下的一些受害者，所以我很抗拒很排斥相亲。就像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3次相亲，基本都是赶鸭子上架的那种交差。我相信那种面对相亲失败的感觉，对于跟我这种相亲的人群来说也是一种悲哀。我想或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并不适合走进婚姻，而且有着报复性单身的人群在当下这种环境中，我想他应该有着非常大的一种体谅。有些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因素，有些是因为父母的价值观，有些是因为走进婚姻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有些也有可能是因为社会因素导致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那些天天嚷嚷着说脱单困难，或者说着急结婚找不到对象的人，是真的没有办法脱单的人。很多人可能在内心中其实他就是报复性单身，只不过自己没有察觉而已。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姐姐是89年的一个单身女性，比我大3岁，211本科毕业，大学期间曾经交了一个男朋友，毕业之后带回家见了父母，打算要去谈婚论嫁。两个人的关系却在父母的反对和唆使下逐渐恶化，最终走到了分手的一个尽头。原因就是女方的母亲嫌弃男生是个穷书生，家庭条件不够好，没有能力在市中心买下全款房去结婚，而且嫌弃男方的父母都是没有退休金的人群。如果要结婚的话，好几十万的彩礼和市中心的一个全款房，在这个大前提的推诿下，加上本身女方父母就觉得自家女儿是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全家人花钱养了这个赚钱的机器，1分钱都没有给家里贡献的时候，就马上要跑去别人家去抚平了，总觉得是亏了。所以说为什么不找一个有编制的女婿，一辈子高枕无忧，顺带娘家人也可以凑凑热闹。于是朋友的姐姐一气之下跟第一任男朋友分手之后，就在2线城市自己按揭了一套房。从那之后的6、7年的时间内，家里人给介绍过非常多的相亲对象，没有一个是有结果的。女生的父母都觉得女孩子太挑剔了，眼光太高了。随着她的年龄的增加，家里人感觉她的这个条件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可实际谁也没有想到，她就是报复性单身。女生在买了房之后，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每月背着贷款，于是背了贷款的她再也不像原先一样无忧无虑的能隔三差五就给父母去买礼物，去给红包，去孝顺了。父母也因此就没有了在人前炫耀的这个东西。于是在不到3、5年的时间之内，从一开始的托媒人介绍相亲，到最后见人就吐槽谩骂女孩是个变态自私鬼的这种话语，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替他还过1分钱的贷款，也没有人替他解决过他的需求。所有人只是在朝着他们认为对的方向在逼迫着女孩子去走进婚姻，这就是这个女生报复性单身的原因。故事2就是朋友的哥哥，是个90后的小伙子，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找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女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想让男生结婚以后去女方的城市买房生活。男生的父母觉得养了一辈子的孩子，结婚之后去别人家的城市落户生活，想起自己老了之后
连孩子的养老送终都不能指望上的时候，他们犹豫了。于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托媒人给男生介绍了好多个本地的小姑娘。父母希望男生不管在哪里安家落户，至少跟他结婚的女孩子必须要是本地户口的人，这样就在他们年迈之后，孩子们也会思念故土，经常会回家，自己的养老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于是朋友的哥哥一耽误就是5年，这5年期间也是相亲了非常多个女孩子，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我想他也应该是潜意识下的报复性单身。其实年龄大一点的人，慢慢的思想就会开悟，本质上我们会发现父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爱自己，而且承认孩子是父母某些生活环节中的工具人，这个并不虚假。很多父母，尤其贫困地区的，越是底层的父母，他们对于孩子的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和价值的一种衡量，不然怎么会有伏地魔的角色被塑造出来？怎么会有高额彩礼和丈母娘的嘴巴就是狮子大开口的这种形容词会出现？当然也有很多父母确实在儿女婚姻这条路上做了垫脚石，但是在儿女婚姻这条路上去谋利益的父母也不少。而当我发现我也是在报复性单身的时候，我也有思考过具体的原因，大抵就是因为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以及长大之后面对社会上同龄人之间的差异，使得我不得不在完善自己与解决婚姻之间做出了权衡。在我意识到我没有彻底疗愈自己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去走入婚姻的。我也不想去在没有完善结束自己之前去耽误任何一个人。我想应该也有很多大龄未婚的男士和女士跟我会有一样的想法，或者类似的想法。姐妹们，我是广州相亲会的红娘王姐，今天要跟你们唠唠这36岁男子和他女友的事儿。这一闹啊，可把咱这相亲的水搅得更浑了，也让咱大龄剩女在相亲时不得不重新审视彩礼这档子事儿。先说说这女方叫小慧，34岁，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老师。小慧长得挺温婉，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男方呢叫阿强，36岁，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能说会道，脑子也灵活。阿强和小慧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人就挺有眼缘。阿强被小慧的温柔气质所吸引，小慧也觉得阿强幽默风趣，很会聊天，于是他们就开始交往了。这一交往就是4年啊。在这4年里，他们也像其他情侣一样，一起看电影、逛街、旅游，感情也算不错，双方家长也都见过面了，就等着把这婚事给定下来。可就在商量结婚事宜的时候，问题来了。小慧的父母提出男方得给20万彩礼，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这彩礼也是对女儿的一种保障，而且在他们当地，这个彩礼数也不算过分。阿强一听，心里就有点不乐意了。他想，自己和小慧恋爱这4年，在小慧身上也花了不少钱，平时约会、旅游、送礼物哪样不要钱？而且自己家里虽然条件还可以，但这20万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阿强就找小慧商量说，小慧，你看咱这恋爱都谈了4年了，感情这么好，这彩礼能不能少点啊？我这几年为了咱们的生活也没少花钱，一下子拿出20万确实有点困难。小慧却觉得很委屈，她说，阿强，这彩礼是我父母要的，他们也是为了我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是我不能不顾及我父母的感受啊。阿强有点生气地说，小慧，你就不能跟你父母说说吗？我们是因为爱情才在一起的，又不是买卖婚姻。这20万彩礼真的让我压力很大。小慧也提高了声音，阿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你眼里，我们的爱情就这么不值钱吗？这彩礼是一种传统习俗，很多人都给的。
两人为此事争吵了好几次，感情也渐渐有了裂痕。阿强觉得小慧不理解他，只听他父母的话。小慧觉得阿强不爱她，连这点彩礼都不愿意出。有一次，他们又因为彩礼的事儿吵了起来。阿强说：“小慧，我看这婚也没必要结了。我不是出不起这20万，我是觉得这彩礼把我们的爱情都变味了。我现在觉得相亲可能更适合我，找个能商量彩礼、更看重感情本身的人。”小慧一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阿强，你就这样放弃我们4年的感情吗？就因为这彩礼？”阿强无奈地说：“小慧，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真的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了。”说完，阿强就转身离开了，留下小慧一个人在原地哭泣。小慧怎么也没想到，4年的感情竟然抵不过这20万彩礼。阿强回到家后，心里也不好受。他开始反思自己和小慧的感情，是不是真的因为彩礼才走到这一步呢？他觉得自己在这4年里对小慧是真心的，也付出了很多，可这彩礼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小慧呢，她也很痛苦。她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交代，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应该和父母再商量一下彩礼的事儿。姐妹们，咱从这事儿里能看出啥问题呢？咱大龄剩女在相亲或者恋爱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彩礼可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啊。一方面，父母要彩礼可能是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和传统习俗的考虑，可另一方面，男方也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和对爱情纯粹性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可太难找了。小慧在经历了这件事后变得消沉了很多，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乐观，对相亲也有了一种恐惧心理。她觉得自己在爱情里失败了，而且还伤害了父母。阿强呢，虽然说相亲更有性价比，但他心里也清楚，相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担心自己会遇到更物质或者不合适的人。他也在想，自己是不是当初太冲动了，应该再和小慧好好商量一下，而不是直接分手。过了一段时间，阿强还是走上了相亲之路。他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可每次都觉得不太满意。有的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他有多少存款，房子多大，车子什么牌子，这让他觉得很反感。他开始怀念和小慧在一起的时光，虽然有彩礼的矛盾，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小慧也被父母逼着去相亲，可她的心根本不在这上面。她总是拿相亲对象和阿强做比较，觉得谁都比不上阿强。她知道自己这样不对，可就是走不出来。有一次，阿强在相亲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和小慧长得有点像的女孩，这让他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慧。他开始和这个女孩聊天，发现这个女孩虽然外表和小慧相似，但性格却完全不同。这个女孩很开朗，也很善解人意，而且在彩礼的问题上，她表示可以和阿强一起商量，只要2个人感情好，彩礼不是最重要的。阿强心里有点动摇了，他觉得这个女孩可能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可他又觉得自己这样对小慧不公平，毕竟他们4年的感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小慧在相亲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对她很好的男人，这个男人不在乎她的过去，也愿意给她父母一笔可观的彩礼。可小慧就是对他没有感觉，她知道自己还爱着阿强。就在阿强和那个相似女孩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真正接受她。她心里始终装着小慧，她觉得自己不能违背自己的内心。于是她和那个女孩说明了情况，结束了这段短暂的交往。阿强决定去找小慧，他想再给他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当他找到小慧的时候，小慧看到他，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阿强看着小慧，深情地说：“小慧，我错了，我不该因为彩礼就放弃我们的感情。我发现我还是爱你的，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小慧哭着说：“阿强，我也一直在等你。”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相爱，一定能解决的。就这样，阿强和小慧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他们决定一起面对彩礼的问题，和双方父母好好商量，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姐妹们，这事儿啊，就像一场波折的旅程。咱大龄剩女在相亲和恋爱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像彩礼这样敏感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和对方真心相爱，愿意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幸福的。可这过程啊，真的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去面对。